好，回到节目来关心最新的人民币走势啊。最近看到中国大陆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公布了23号这个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1美元兑换人民币6.9929元，调升了90个基点。这也是时隔大约32个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呢再次突破了7.0。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策略分析师叫缪延亮，他认为人民币呢当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比较小，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储备地位存在的历史新机遇。而这个《金融时报》也分析说，2025年呢，中国大陆经常账的盈余可能会创出历史新高，这个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支撑力道。比较大规模的中国大陆经常账这个账户盈余呢，渴望能够继续提振2026年的人民币汇率啊。所以西方媒体之前也曾经预言过，说2026人民币将会有强烈的支撑力道。这是不是就等于宣告了美国之前不管怎么样技术的关税也好，地缘政治的打压呢，都影响不了人民币的走势？安阳老师，你觉得？第一个，人民币会走升哈。在这个美国关税新世界的一个架构下哈，它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让美国的制造业复兴，第二个目的就是美国还是最终要平衡它的这个贸易哈。那所以关税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是美元会贬值，但是不影响美元准备货币的一个国际的地位哈。那我们再看中国，它在“15+5”计划里面最重要的是内需，并不是外销。为什么？因为目前民间 consumption 占 GDP 的比例是40%，一个已开发的国家大概是60%左右，所以它有很大的空间要把消费要带上来。那人民币升值符合这个原则。然后也符合人民币国际化哈这个大架构。那另外在美洲贸易战里头，因为加了关税以后，还有在美国投资以后，美国会有一些通膨，但是中国因为产能过剩，它反而因为降本增效，它反而有一些通缩。那我们也知道说 ，Fed 它新的 chair 会用各种不同的说法，会把息会降下去。它为了要降息，它必须要做所谓的 QT， 就是 QE 的倒反。那这个会回到什么状况呢？要回到美国需要发超长债公债，请中国来认养，要回到以前过去的关系，就是说美国开始会需要中国来仰赖，买它的公债，因为自己的 Fed 不能去做那个角色了。那这个是回到20年前的2个人的关系，就是说美国金融风暴以后，美国发现自己可以发债。自己可以买债，我不需要中国。对，可是它会回到20年前以前的关系，所以也就是说，人民币必须要走升，才会去比较划算买美国的公债。所以长期来看，我认为人民币会走升到6，那人民币的这个购买力会更强。OK， 所以您刚刚特别提到是，尤其在2026要观察重点就在于中国大陆会全力的拉抬它的内需市场，这个部分是毋庸置疑的。应该正确来说，未来5年，这是一个大方向、大趋势。OK， 整个大趋势。然后未来5年的大趋势，就亚洲的货币相对于美元会升值。OK， 中国大陆不断在拉抬自己的经济力道，这次也听到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面，中国大陆国务院的副总理主管经济的这个何立峰，在演说当中，他也再次的重申，他说大陆会继续的对外开放。表示呢，中国大陆不仅愿意作为世界工厂，更愿意成为世界的市场。但何立峰也说在很多状况之下，其实是中国想买，但对方不愿意卖意有所指的是什么呢？令人吃惊的是呢，这个美国财长 Bessent 最近也透露，他说中方呢已经履行了购买大豆的承诺，而美方期待中方在2026年购买大约要2500万吨的大豆。Bessent 也表示，中方的稀土金属供应按照预期进行中，交付率90%以上，这相当令人满意。好，现在看起来好像开年才第1个月，那么大豆稀土的问题似乎是摆平了，真的是如此吗？中美双方现在在形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啊？我们怎么观察？是因为达沃斯论坛一般国内媒体会翻译成世界经济论坛，只不过因为在瑞士的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所以也有会称为达沃斯论坛。那么我们从中美2国的这个高阶官对来看，基本上还是抱持友善态度了哈。不过我们会综合媒体的报道，会把它归为外交辞令，
因为不要忘了4月前后会有川习会，总是要营造一个友好的氛围来铺陈未来的川习会。那特别是别人提到说有2点，刚刚荣友特别提到，这个美方需要中方啊这个履行大豆买卖的契约，好，那特别要跟观众朋友报告，就是说2025年的配额是1200万吨，好，那希望2026达到2500万吨嘛。那经我查核呢，最盛期是4000万吨，所以即便如此，离巅峰时还是有一段距离。对，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进口国。那美国的大豆呢，光中国就吃掉了大概将近1/4。不过中国这些年来做一个风险的管控，多元的进口，包含阿根廷、巴西都有进来，所以这一点必须这样解读，也就是说达标，但是呢没有达到过往的巅峰。那此外呢，稀土方面呢，虽然现况来看也有履行承诺的交付，但是呢，未来会不会如此？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卡脖子的手段，变成中国的一个杀手锏？这有待进一步观察。那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何立峰讲到说，中国想买，对方不愿意卖。其实前面他还讲一句话了，中国不会刻意营造贸易顺差。那2025年的中国贸易顺差达到1万亿美元。那1980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还贸易逆差10亿美元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是中国制啊，Made in China的东西价廉物美，很多国家用得很高兴。是，好，那但是呢，又担心出口高阶的这个物品，这个让中国呢获得更强壮的一个工业基础。那什么东西美国不想出口到中国呢？第一个，这个像爱斯摩尔这些光刻机等等啊，这些美欧诸国不想卖。再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制程，还有航太科技的这些发动机，比如说中国商飞 C919，就因为被卡脖子基于不想输入发动机，让它出货大为减少。我想这个地方都可以值得再观察。对，2026开年才1个月哈，已经快要结束了。那看起来这第1个月似乎是有稍微缓和，因为今年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美国知道，大家知道今年有非常重要的其中选举哈。那大使又是怎么看着2026开年是中美双方在经济上面交手的这个起手式？起手式应该算是还是一个握手言和的一个状态了。那而且是双方尽力在维持各种的这种矛盾中间的一个平衡。那当然就是说，2025年10月在吉隆坡的上一轮的经贸谈判，双方已经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成果。那这一次何立峰跟这个贝森特见面其实就在 compare note， 就是说大家对于彼此承诺事项实践的情况如何？那甚至有人就比较乐观说，可能2、3月第6轮的中美经贸磋商可能还会举行，以便在为4月川普到中国大陆访问奠定一个平衡和缓甚至有这个正面迹象的一个两国关系，把毯子先铺平一点。铺平那当然就是说，今年美国是大选年，所以它比较容易受到这个经济情势的影响。那这个不是大选，就是其中选举，也算是重要选举那它必须在经济上维持能够好。如果不能够有斩获的，也要维持一个平衡。那这个中间，中国大陆扮演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农产品还有这些产业界上面中国大陆抓了2个很重要的牌，一个就是农产品采购，另外一个就是稀土的供应的这种顺畅。所以这2个牌让川普看到了威胁，也看到了机会。那如果中国大陆在这个农产品方面给予美国比较多的这些采购，对川普的选情是有帮助的。所以整个2026年开始我觉得美国考量的就是川普的今年2026的期中选举，还有他4月份要去中国大陆访问的那个气氛的营造。对，所以算是很乐观，很乐观。那中国大陆今年的可能就是15/5的开年，那也会集中在经济上面。所以双方在经济上我觉得还是中国大陆一句老话比较接近事实，就合则两利。对，斗则俱伤。那所以如果有人期望今年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是动荡的话那么各方面是冲突大于妥协的话，那我想这样子的想法人一定会失望。对，确实这个对于中美两强来说，今年如果还是像去年2025要斗得这么凶的话，其实对双方都不太好。那当然，这个美国波士顿顾问公司在这个时候也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观察，说各国未来在贸易领域方面的去美化
值得大家来进一步的探究。那这个去美化呢，使得美国到2034年啊，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占比可能从12%降到9%。德意志银行全球货币研究的主管叫做 George Saravoulos， 他就分析呢，他说欧洲拥有格陵兰，也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那欧洲国家持有大约8兆美元的美国国债跟股票，是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2倍。当然，这个因素呢，也被认为这次川普呢在格陵兰议题上面，本来说要课欧洲200%的税，关税哈，但是后来有他口的这个原因啊，这个其中之一就是因为欧洲很多国家拥有大量美债。好，所以外国所持有的庞大美债，真的就是美国现在非常膈应的软肋吗？安老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提到所谓的稳定币哈，就是有所谓的 USDC，它是在美国境内，银行跟信用卡它都会跟它接轨，它受美国政府接管。那 USDT 呢，它是在美国境外，它可能是跨境也好，黑市也好，它是非美国监管。那因为 USDC 跟 USDT 它会越来越普及，它会让美元的使用率增加，而它又是 link 美债。所以它反而是有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就让以前是央行机构在买美国公债，变成世界的人民会去拥有一个美国公债，反而让这世界从以前的黄金美元是为了储存，石油美元是为了采购，到现在的数位美元让它普及化。那美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也是全世界最强的军事国，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那过去美国是发美债拿外国人的储蓄维持美国人的购买力，它是一个贸易赤字。现在美国开始课关税，还是拿外国人的储蓄到美国来设工厂投资，然后呢，再让美国的商品可以卖到全世界，它是个贸易红字。所以它为了要平衡贸易，最后美元还会做一个贬值，但不影响它准备货币的国际的地位。所以说，这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借美元的人他反而很开心，因为他还的钱变少了。那有美元资产的人也很开心，因为在美元计价中，你反而升值了。是我进一步追问您，就是说，因为美债的这个风险，就是担心美债的疑虑，包括刚刚提到了受制于人呐、美国一直在推动，就是希望把稳定币然后纳入在未来的全球金融体系，这个部分的理想算盘有可能实现吗？对，第一个它已经在发生了，就是说，因为稳定币在美国境内，因为它的交易成本相对于传统的 SWIFT 这种系统，对，它成本太低了，所以说它在境内已经在发生这个事情，境外也在发生中，也是一样的一个逻辑性，所以就是它用普遍性维持美元的流动性，那反而从美国角度来讲，以前你还要买印钞机，还要买纸，还要把它印出来，一张100块美元的成本是1块钱美金，现在的成本更低了。对，所以其实说穿了就是美国的如意算盘，就是希望维持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在货币当中的霸权地位，数百年如一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